好，今日想講一個概念叫實質 GDP。咁實質 GDP 咧係相對一個叫名義 GDP。名義 GDP 就我哋以前學嗰隻啦，就係用翻當年嘅價格計算當年嘅生產總值。咁我哋舉個例子，我哋當一碗雲吞麵1980年大約賣緊3蚊啦。咁名義 GDP 一碗我哋講過啦，由於好多嘅貨物加唔埋咧，我哋只能夠咧用總值嚟代替，變晒做貨幣做單位，咁就係當年嘅 GDP 就係3蚊啦。好啦，去到2020年，大家都知道啦，啲嘢貴咗好多，同一碗雲吞麵咧賣緊30蚊，咁變咗咧用翻當年嘅價格，2020年計咧，其實 GDP 一碗就用翻30蚊咯。咁冇辦法啦，貨物加唔埋啊，我哋只能夠用市值，但係用咁嘅計法，同學睇唔睇到底有啲咩問題啊？就咁睇名義上，我哋以為 GDP 增加咗10倍，咁即係生活水平提升咗好多啦。但係你從實質去數嘅話呢，名義就升咗10倍，但係實質呢，其實都係得一碗嘅啫。咁變咗呢，我哋話有個問題啊，用名義去計算，就叫做誤導嘅情況。咁所以出咗一個概念叫做實質 GDP， 即係用翻一個固定嘅價格。其實我哋嘅目的咧就係希望剔除物價嘅變化，所有嘅增長咧都係真係啲嘢做多咗。咁呢個點計咧？點樣剔除物價嘅變化咧？我哋需要一個工具叫指數啦。指數即係反映某樣物品嘅物價變化。咁我哋需要兩樣嘢嘅，第一就係要揀一個年份啦，我哋叫基準年或者叫基年啦。假設就係1980年，而當年嘅指數咧，為咗方便比較咧，我哋永遠係用100嚟做對比嘅。咩意思啊？即係話啲數字大過100咧，即係同一個物品咧，啲嘢貴咗啦。咁2020年嘅雲吞麵指數咧，就係話咧同一碗麵20年賣緊30蚊。相對80年賣緊3蚊，呢個比例乘翻100，我哋計到就1000嘅。咁即係話咧，指數由100去到1000，即係話同一碗雲吞麵咧個價格喺咁多年間咧係貴咗10倍啦。咁我哋永遠方便啲啦，係用100嚟做對比嘅，100去到1000，即係話同一碗麵嘅物價咧升咗10倍咁解。咁舉另一個例子就係香港嘅樓價啦。咁你睇到咧，佢係用1997年個指數係100，咁而家嘅指數係146。咁我哋知道跟翻個比例咧，其實喺樓價咁多年間咧，平均嚟講大約係升咗46% 咯。咁另一個好出名叫恒生指數啦，就係1964年開始，又係啦，永遠開始咧係100點嘅。咁今時今日當升到18000點啦，咁即係話同一堆股票喺咁多年。1964年間咧開始到而家咧，大約係升咗180倍咯。咁總結嚟講，指數即係反映同一堆嘢物價嘅變化。咁至於嗰堆係乜嘢咧，就視乎係乜嘢指數啦。咁有兩樣嘢要注意啦。第一，指數咧點樣計咧，其實係統計學嘅範疇，就唔關我哋事嘅。咁我哋淨係知道由100開始，如果啲指數大過100咧，即係話同一堆嘢貴咗啦。咁第二樣嘢就係話咧，考試淨係考兩種指數嘅啫。頭先講咩中原樓價指數啊、恒生指數，考試唔考嘅。咁我哋淨係考兩種指數。第一種叫做消費物價指數，咁講過啦，指數即係反映某堆物品嘅物價變化。咁呢個 CPI 咧，咁顧名思義咧，淨係計消費品嘅啫。咁即係話咧 CPI 大過100咧，即係消費品價格貴咗啦。咁第二個考試會考嘅指數咧，就叫做 GDP 內含評減指數。咁睇到啦，佢個範疇係多好多嘅，除咗消費品之外，仲包括全部嘅物品，包括人工啦、租金啦、原料，佢都計算嘅。咁所以咧，邊個更加有代表性啊？如果量度通脹嘅話，咁我哋話係第二個咯，因為佢係反映緊全部物品嘅價格變化。咁翻去頭先雲吞麵嘅例子，我哋點樣可以剔除物價嘅變化呢？就係計一個叫做實質 GDP， 咁個計法就係咁嘅。雖然當年嘅生產名義上係30蚊，但係我哋睇到咧，物價咧係由100去到1000，升咗10倍，所以咧
我哋要平減翻，乘出嚟嘅數咧要細啲嘅，所以100喺上邊，1000喺下邊。其實個意思即係話咧，要除翻10倍，剔除翻物價嘅變化，因為啲嘢貴咗10倍，咁我哋睇到咧係100去到1000啊嘛，咁所以得出嚟嘅結果就係3，咁樣就可以做對比啦。雖然名義上、數字上啲嘢好似增加咗10倍，但係你剔除物價變化之後咧，數字上咧其實咧2020年咧同1980年個數字係一樣嘅，即係咩意思啊？實際亦都係啦，只係做咗一碗雲吞麵，實質上係冇增加嘅。除非2020年實質嘅產量真係多咗，做咗2碗，咁30蚊嘅價格咧，即係60啦。如果用名義去計，咁但係剔除翻10倍嘅，除翻10嘅變化之後咧，實質咧都有增長，我睇唔睇到啊？咁亦都反映到咧真係多咗1倍嘅。咁所以話咧計實質 GDP 咧就可以剔除咗物價嘅變化，所有嘅增長咧都係來自實質有增加。所以你見到名義上有增長，舉個例子50%，咁你唔好咁開心住啦，因為咧可能係嚟自物價嘅增長嘅啫。舉個例子，物價升咗30%，咁樣根據推論嘅話咧，大約啦，咁應該咧其實實質咧即係多咗20%嘅啫，因為名義嘅上升咧。可能係物價升咗啦，又或者真係做多咗，都會令到升嘅。咁我唔知道，舉個例子，呢20倍幾多係嚟自真係做多咗啊？幾多係嚟自物價嘅上升啊？咁所以咧，我哋就可以計一個實質嘅 GDP， 淨係計算實質嘅增加幾多，而剔除咗物價嘅變化。咁最後一 part 就係叫計通脹率啦，即係話物價上升咗幾多。都係一啲中學嘅百分比咯，咁例如100去到120指數，咁即係啲嘢貴咗20%啦，通脹率就係20%。咁但係指數再增加20點，咁唔好搞錯，120去到140咧，通脹率唔係20%，點解啊？因為個分母啊唔係100啦，雖然分子都係增加20，但係分母唔係100，係120，所以咧只係增加咗大約16% 嘅啫。咁我哋又睇睇 past paper 啊。好，同學試下定咗個畫面，睇下識唔識計第一題。好，第一部分頭先講過，名義 GDP 嘅增加咧，可能係第一嚟自物價嘅上升啦。咁第二就係實質真係做多咗。咁我睇翻題目咧，實質 GDP 其實係跌咗嘅，負 1.2%， 但係名義咧佢又冇增長。咁兩個加埋係0，咁即係我哋暗示咧，其實物價大約上升咗啦，1.2% 啦應該。咁所以最後係打和嘅。咁第二個人均名義 GDP， 即係話將總 GDP 除翻個人口啦。咁我舉個嘅例子就係中國啦，雖然名義上 GDP 全國咧係全球排第2嘅，但係最大問題咧就要除翻14億嘅人口，所以除翻開咧就比較低啲。好啦，人均跌咗負 3.5%， 但係成個比例咧個分子係冇喐到，咁我哋推算咧，好啦，一個比例下降，分子唔喐，咁即係話咧分母增加咗啦，咁成個比例咧先會跌嘅，所以人口係增加咗，而答案咧就係 A 啦。好，跟住第二題，我哋逐項睇啦，先睇 A part 先。首先有條公式先啦，以百分比嚟計咧，名義嘅增長咧可能嚟自物價嘅上升，或者真係實質嘢做多咗。咁我哋代翻啲數字，其實都睇到咧，19同20年咧，其實實質都係減少嘅，所以實質上升呢樣嘢咧係錯咯。好啦，跟住 B part， 咁先寫翻個定義先啦，人均名義 GDP。等於全國嘅名義 GDP 除翻個總人口，咁然之後再代翻個數字，你見到咧其實分子咧係跌得多啲嘅，而分母咧係跌得少啲嘅，咁所以1加1減咧，其實咧應該咧人均名義 GDP 係跌嘅，就唔係 B part 所講嘅升咯。
咁注意 C part 佢話出現通縮，通縮嘅意思即係咧物價下跌，但係你睇到咧2020年咧其實物價嘅增長咧都係有嘅正嘅，雖然少啲，但係其實咧都係上升，就唔係通縮咯。唔理升幾多，總之係正數有升到咧，我哋話咧呢種情況都係叫通脹，就唔係通縮。咁所以最後答案咧就係 D 啦。2020年嘅實質本地 GDP 增長咧係較19年低。咁睇到啦，2020年係負嘅，負好多添。咁2019年咧都係負，但係負少咗，所以相對嚟講咧2019年咧就比較好啲啦，因為跌得少啲。2020年咧個數據表現更加差。佢嘅意思即係話跌得多咧，2020年咧嘅暗示即係話增長率咧更加低咯。